美国计划用全球鹰无人机发射高超音速导弹，以后还可能会用于对付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进入高超音速导弹竞争的时代，美国似乎找到了正处于淘汰阶段的 RQ-4 全球鹰无人机的新定位。据美方透露，五角大楼预计将完成24架退役全球鹰无人机的移交工作，而这些无人机呢，将会分配到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并在2024年使用这些无人机用于支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计划，并从2024年起，用这些无人机进行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美国国防部计划支出50亿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开发。然而，五角大楼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足以满足对飞行测试的支持。使用 RQ-4 全球鹰战略侦察无人机的初始需要，就是为了节省测试费用。为了支持这项测试，美军甚至专门配置了卫星，用于无人机的指挥控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军的这项计划，也就是使用 RQ-4 全球鹰无人机搭载和发射高超音速导弹，有没有技术困难？从理论上讲，困难不大。关键是美国人能不能搞出一款可以搭载在 RQ-4 全球鹰上的轻量化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搞成了，那么用全球鹰搭载高超音速导弹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难度不太大。要想用无人机搭载高超音速导弹，目前美国最合用的无人机恐怕也就是 RQ-4 全球鹰了，因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能够达到12吨。如果给该机减少载油量，那么挂载一枚高超音速导弹还是能够做到的。那么一旦美军所进行的用全球鹰无人机搭载高超音速导弹的试验获得成功，它对其他国家，比如对中国，将会构成多大的威胁呢？我们知道，全球鹰无人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战略侦察无人机，它的挂载能力比较强，航程比较远，声线比较高。它的最大声线可以达到18000多米，航程呢能够达到2万多公里。那么一旦用这样的无人机挂载超音速导弹，可以说对很多国家的战略目标都会构成威胁。何况一些小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从地面发射，其射程可能也不过就是500-600公里，顶多1000公里。那么如果用无人机，特别是大型无人机挂载它们，其射程就可以大幅度提升。那么这个射程呢，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导弹射程会因为发射的高度高，有一定的速度，从而能够增大它的飞行距离。第二个呢，是因为全球鹰这样的无人机本身它的航程就比较远，那么再搭载一款射程1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覆盖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呢，也可以因此而弥补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生存能力差的问题。用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大型无人机搭载飞行速度较大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从而能够对敌方目标构成极大的威胁。当然，美军的这种设想目前还没有成功，什么时候能成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起码它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我们也可以用大型无人机挂载高超音速导弹对敌方的远程目标发动精确打击。何况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够研制出大型战略侦察无人机的国家也不过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军能搞，中国也能搞，何况在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发展方面，中国目前还占据一定的优势。显然，在该领域很可能会形成中美两强竞争的格局。可以说，中国未来如果用大型无人机搭载高速导弹，完全可以抵消美军现在的做法和优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